耀贤，我需要把这些所有日本特务嫌疑的人全部监视起来，这样本田找他们的时候，我能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的人手不够啊。没关系，你把这个花名册借给我，我找人监视。行，没问题。谢谢老同学。我的这门迫击炮口径是82毫米，最大射程2850米，威力巨大。看来藤泽君为了这门炮费尽了不少心思。我所在的军火库，在2年中一共装备过6批1200门这种迫击炮。在检验的过程当中，每一批我都会故意报废一些合格的零件。然而他们这些人对这些报废零件的监管并不严格。我再把这些零件偷偷带出军火库，积攒齐全以后，就组装出这门迫击炮了。我之所以准备这门炮，就是随时准备为帝国出力的。可惜，现在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什么事？炮弹。卖花了，来看看啊，卖花的。来看看啊，卖花了。葛公？哎，你们干嘛？根据可靠消息，害死老掌门的本田喜多已经秘密地潜入南京。现在我们要召集所有人，按照这本花名册，把在南京的日本特务全部都监控起来。有可疑的人和事，要马上向我报告。是，兄弟们，跟我走。是。军需官先生，你的夫人和儿子现在都在我们手里面。你一念之差就会断送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这种惨案我是不想看到的。这是5000美金的支票，如果你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些钱全都是你的。这偷炮弹可不是什么小事情，这早晚会被发现。你的钱我有打拿，也没那花呀。严长官，这个你不用担心，等到事情过后，我会申请迫击炮的测试，你只需要批准就行了。到时候究竟用了几颗炮弹，还不是你我纸上的文章吗？后路都跟你想好了，还有什么犹豫的？你们要炮弹，到底要做什么呀？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知道的越少，你就越安全。严长官，下班了。小蔡，辛苦了。哎，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啊？啊，这是我办公室里的一些书，拿回家去看看。啊，严长官啊，按规定我需要对这个箱子进行检查，请您见谅。哎，我明白，不过你要小心一点，我好不容易整理的，别给弄乱了啊。放心吧。严长官好。哎，葛公，葛公，哎呀，你说都这么熟了，还查来查去的，麻不麻烦呀？这样，小崔，你先来帮我检查一下，我今天回家有点急事。哎，葛公，这是制度，再熟的人也不能例外。咱们这以后啊，可要时刻记住，咱们这里
可是军事重地，事关国家的安全，可绝对不能马虎啊！哎，葛公，你这个觉悟可要提高啊！哎，还是先查葛公的吧，我不着急，我等会儿啊。来，小翠，先查我的。先查他的。哎，不用查了，已经好了，可以走了，严长官。啊，好，那我先走了啊。哎，好好查查葛公的。这严长官啊，真会开玩笑。来，小翠。看一看嘞，我来看一看。你在这儿盯着，我去给邵掌门打个电话。好。严先生，我过一会就走，10分钟之后你再出发。好。这是你夫人和孩子的地址，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准备去。火炮车，快追上前面那辆车，快！喂，邵掌门，我们发现本田了。好，你们稳住，我马上到。本田露面了。走。怎么就你一个人？邵掌门，我也不知道二喜去哪儿了。本田在吗？应该还在。哎，干嘛呢？别跑！你是谁？严鹤，日本人让你干嘛？让我投3门炮弹。求求你，求求我老婆。二位到了，这等的时间也太长了，这天都黑了。老兄，我们有事耽误了时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多付你1倍的钱。这船家不拿过河钱，这是规矩。开船吧。好，请。走。
哎，二位，那边买票去。还有多长时间开船？还有半个小时。最后一班船了，那边买票就行。你们调度处在哪？谁是船长？我是。你们干什么的？我们现在需要跳船，让最后一班船马上开。你们干什么的？我让你开船。好，马上。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只要价钱合适，保准又开又合。炮在哪里？跟我来。很好。20式80毫米口径迫击炮，最大射程是3公里。也就是说，本田可以在3公里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点攻击专列。这么大范围，以我们手头这点兵力，防不胜防啊！红爷，这怎么办呢？本田想炮击专列，他只能选择在3公里范围之内的地方，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他。就3发兵，你有把握命中目标吗？为了命中目标，我需要满足2个条件。你说。第一，浦口火车站的周围有围墙，我需要一个能看得到目标的制高点。第二呢？虽然这门迫击炮的最大射程是2850米，但是为了确保射击精度，2公里以内是最佳距离。好，我已经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了。先生你好，住店啊306的房间还在不在？3。深海，一会儿带2个人，浦口旅馆北边制高点站上。是，盯紧了啊！好，胡子二阳在，去浦口旅馆的西边，找制高点，一定盯紧了。是，带几个人去。李文，你带上你的兄弟，浦口旅馆的东边，把那盯紧了，制高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放过。好，明白。老板，例行检查。老同学，浦口火车站你能看到吧？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文物专列被炸掉。藤泽君，准备的怎么样了？马上。所有人集合！发生什么事了？少佐，可以了。准备装弹。
那边救火！救火！快！这边。探测舰，别紧张，调整好位置，准备装第2发炮弹。嗨，你们去那边救火，其他人注意警戒。所有人听我说，这儿非常危险。吴先生，请你马上带大家撤离到安全地方。我不走，小鬼子有本事就把炮弹往我脑袋上打，我就在这儿等着。我要和文物共存亡。对，我们哪儿也不去。万一炸弹把专列炸了，我们好上去救文物啊！赶紧抢救文物。大家还是先散开，以免不必要的牺牲。吴叔叔，若斯，迪昂说的对，大家先散开，安全也很重要。胡子，赶紧带他们撤离！后备人员，给我救火！是，大家赶快撤离，后面跟上，安全。快走，快走！这边，快撤！先撤离吧。快走，若斯，快走，快走，快走了，快走！这边。这边，快！昨晚停放在浦口车站的文物专列，居然遭到了炮击。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这足以说明，行政院和故宫对于这次文物南迁工作的草率、鲁莽和管理混乱，至今他们都还没有找到一处可以安放文物的地点，就让这一车文物停在了火车站的站台上。这种事情难道就没人管了吗？每每想起，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是啊，太不像话，这简直也太不像话了。就是啊，他们可以不负责任，我们岂能坐视不管呢？同志们，时不我待呀。所以，对文物迁往西安的方案，我们不能再犹豫了。所以我决定由中政会全面接管故宫文物南迁的工作，尽快的迁到西安，妥善保管。下面我恳请各位同仁对我的方案进行表决。我支持赵主席，
我也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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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支持。连长在，马上接管专列。在，接管专列。吴秘书，我是来接管专列的。什么？接管专列？国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令：鉴于故宫文物南迁工作管理混乱，计划不周，专列久停浦口车站，文物至今无处存放，安全状况极为恶劣。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表决通过，由中政会接替行政院执行文物南迁的工作。工作中，由中政会副主席赵立夫同志负责直接领导中政会特派员赵光熙同志具体执行各项事宜。中政会常务委员会令：我宣布，今天中午12点，也就是1小时以后，文物专列立刻启程，发往西安。司乘组在，马上做好发车准备，12点准时出发。是。是。哎，赵主席，为何如此的匆忙啊？为国效命，岂敢怠慢？文物专列多停放在站台1天，就多1天危险。昨晚的炮击事件，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赵主席，文物专列都是由宋子文院长亲自督导，没有他的命令，我是不可能把文物专列亲手一人的。宋院长那儿，我自会亲自去交涉。吴秘书，难道你要等宋院长一句话，而置文物安危于不顾吗？我是这趟文物专列的总押运官，我负责文物专列的安全。文物运往西安，马院长和我是不赞同。中政会的决议，你们必须执行。赵主席，文物专列从北平运到这里，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文物安全问题上，您和贵公子都做了些什么？需要我一一指出来吗？任弘毅，你不要太狂妄了。我宣布，你被撤职了。我是少帅和故宫任命的护卫队长，我只对故宫和马院长负责。你凭什么撤我的职？中政会的决议就是国家的法律，就是撤销你职务的权利。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去上诉，但是现在，你被撤职了。李连长，有，现在我任命你为护卫队队长，马上做好专列出发的准备。是，队长。马院长，马院长，马院长，你来的正好，让任弘毅立刻带着他的人撤离站台。中政会已经决定将文物专列转运西安。赵主席，行政院已经决定将文物运往上海的法租界暂为保管，这是宋院长的亲笔公文。哼，我不看。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啊！难道我堂堂中华大地，竟然找不到一个地方安置自己的文物？我堂堂国民政府，居然要假借外国人的手啊，保管自己的国宝，真是天大的笑话！赵主席，租界也在我中华大地之上了啊，暂时保管文物有何不可？现在，北平告急，文物面临劫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国宝落入日寇之手啊。至于文物放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怎么没有关系？我作为中政会的副主席，不但要考虑文物的安全，我还要考虑国家的政治利益、国家的脸面。作为全国训政的最高机构，有权指导行政院的工作。我宣布，撤销行政院的决议，文物专列即刻启程，发往西安。开车！什么？你？要干什么？
你别忘了一赔鸡的下场。李连长，马上去，把他们架出铁轨，快去！是。别动，不许动！卫队，分开集结！是，都别动！刘公义，我知道你是谁，也敬你是条汉子，但是军令不可违，让你的手下放下枪，马上离开这里。李连长，我带着36个弟兄，登上这趟文物专列那一刻起，就发誓一件文物都不能丢。为了文物安全，我的弟兄们付出了生命跟鲜血。只要这列车上的文物一日不妥善安置，我们就一刻不会立岗。李连长，你我都是军人，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这批文物，我绝对不会交给赵立夫父子这样的国家蛀虫的。你们反了，反了！哎，任弘毅，你危言耸听，蛊惑军心，你这是赤裸裸的叛逆行为。李连长，我现在命令你，行使宪兵权力，把任弘毅这帮叛军都给我抓起来！我看你们谁敢！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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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人退下！李连长，你真的要自相残杀，血流成河吗？好一出文武代打的好戏啊！孙院长，您什么时候回来的？赵主席，好大的官威啊！撤销我行政院的公文，竟然连个招呼都可以不跟我打了。我看我这行政院院长一职也让给你当算了。孙院长，事发突然，一时又找不到宋院长，多有得罪。赵主席客气了，得罪我没什么。赵主席啊，你就不怕成为千古罪人吗？宋子文，你讲话要有分寸。赵立夫，我今天就是来找你辩理的。走，我们委员长面前好好去说道说道。我还有公务在身，恕不奉陪。我呢，料你也没这个胆量。你们都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事儿没完。我们走，走。孙院长，辛苦了，应该的，辛苦了。哎，这位就是任弘毅吧？啊，是啊，是弘毅。孙院长，我是任弘毅。好，军中翘楚，国之栋梁。老规矩啊，老规矩啊，来，石头剪刀布。你输了，我赢了，喝酒，我赢了吧？这大公子，真扫兴，可不是。洪大兄，你这还活着呢？怎么，特别希望我死是不是？妹妹，你死不死，你也不是任弘毅的对手，所以咱俩就井水不犯河水啊！
别给我叫！起来！你给我听着，能喝点酒就以为什么话都可以说，酒赚不了怂人的。接着，把文物专列给我困在浦口。如果文物专列出了浦口，那就是你的死期，明白吗？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这件事已经惊动了上峰，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文物转到西安的可能性不大。特殊原因可以有啊。什么原因？丹青会勾结故宫人员。有证据吗？周若思就是丹青会已故的掌门罗素的亲生女儿。这是真的？而且现在罗素已经把丹青会掌门的职位传给了周若思了。诸位有何公干？王院长，我们又见面了。这位是检察长冯大乙先生。你好，你们这是？经人举报，南迁文物押运组中出现了江湖门派之人。王院长，存在着安全隐患呐。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委任我和冯检察长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文物进行调查，请您配合。你们想如何调查？调查组请来了第三方专家，文物鉴赏家卢宾宏先生。马院长，幸会，幸会。卢先生将代表调查组对专列的文物逐一核查，以确保文物与清单一致无误。逐一核查？那要查到什么时候？慢慢查吧。我看你们是别有用心。吴先生，高法和检察院可是国民政府的最高执法机构，你讲话可要负责任。别跟我冠冕堂皇的，你们那套我熟悉，我在政府机关干过，我知道。我跟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吗？还有，被举报的当事人周若思小姐，我们要带回去进行调查。这是赵立夫让你们干的吧？任队长，你是军方的人，我管不了。可我们现在行使的是国民政府的司法权，你也无权干涉。当初，周若思小姐拜丹青会的掌门罗素为师，接任掌门，这是事出有因的。她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南迁文物。这件事，她给我写过一份详细的材料，我认为没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拿去看一看。周若思小姐不仅仅是拜罗素为师，而且还接任了掌门。她还是罗素的亲生女儿，现在她实际掌控着丹青会。他们母女13、22年重新相聚，罗素现在跟日本特务同归于尽了，有什么问题吗？既然没问题，那就跟我们回去把事情说清楚，不就成了？何必要拒绝调查呢？我作为这次文物的总押运官，这一路上的事情我最清楚，我要求协助调查。那好，那就请周小姐出来吧。周小姐，调查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要如实的回答。如果撒谎的话，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明白吗？明白。我问你，丹青会前任掌门罗素是你的亲生母亲，是不是？是。丹青会是以制假
贩卖假文物为主要营生的帮会，是不是？以前是，现在不用讲，只是说是还是不是？是。丹青会前任掌门罗素曾经多次实施骗取故宫文物的行为，是不是？是不是？是。罗素将掌门之位传给了你，而你在明知道他曾多次骗取故宫南迁文物的情况下，你还接受了掌门，是不是？是。目前你仍然是丹青会的掌门，是不是？是。那我再来问你，你在故宫工作期间，有多位领导易培基、任一和、吴颖、马衡、徐森玉等人对你格外关照，是不是？是不是？是。他们早就通过你和丹青会的关系，你们相互勾结串通一气，在南迁文物中以假换真，窃取国宝，是不是？不是。不许狡辩！易培基偷换的散氏盘，就出在你丹青会之手，是你亲自把它送进故宫的，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快说，是不是？不是。血口喷人，无耻滔天！站住！你们这些蝇营狗苟、当差为虐的败类！赵立夫这个老匹夫，他这是要把咱们故宫人给一举歼灭呀！我吴英跟他势不两立。若思，是我把你带出去的，却没能把你带回来，我吴英无能啊！红衣，吴英拜托你了，把若思给救回来。这些人动若思，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李文，这次救若思，我不想用护卫队的人。我明白，要多少人？你说。先帮我搞一份监狱的结构图来。等会儿，你们两个现在给我冷静一点。这件事情我们得从长计议。怎么讲，姐？现在赵立夫就是妄图拿若思是丹青会掌门来做把柄，全盘否定文物押运当中所有的人和事。如果你们两个去劫狱的话，若思这个罪名就已经坐实了。到时候，吴叔叔和马叔叔难免受到牵连。易院长的前车之鉴，我们不得不防。这个是阿姨吗？对。舅妈。阿姨，您好。你好。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您收下。先生，你这到底是让我做什么呀？害人的事我可不干。您想多了，我不会让您害人，就是想让您请2天假，休息2天。请2天假？对。您的活让小月替您干2天，好吧？小月，舅妈，这钱您就踏踏实实的收下吧，能行吗？没事儿。阿姨，您回去干活。走吧，小月。先走了。哎。看署长。哦。看署长。这个呢，一点小心意，希望您收下。兄弟啊，你太客气了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啊，只要我能办到的。周若思是关在这儿吧？周小姐，她是大事儿啊！高院、检察院、中正会，他们联合办这案子。看处长害怕了？案子大，想办他的人势力就大，想捞他的人势力也大呀。我怕什么？我就喜欢和聪明的人办事，也没什么大事。周若思啊，是我妹妹，我们呢想给她送点吃的，还希望您行个方便。